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人在虎的老车。这去年的时候吧，大伙都知道杨超越和徐正熙呢演过一个叫虫子的。真的，说实话，这种剧我现在连吐槽的欲望都没有。而今年呢，孟子义和李云瑞又演了一个9虫子。老实讲，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这9个虫子能比一个虫子好看到哪儿去。再加上我看完这剧的简介和介绍，感觉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穿越或者重生题材的剧，所以说我压根儿就没抱什么期待。因为一涉及到这种题材吧，我脑海里就浮现出无数个电视剧，像什么杜华年呐、傅流年呐、宁安如梦、皎若人间月、唯有安相来。总之这2年拍了一堆这类电视剧，但你要说有没有好的吧，可以说一个都没有。也就是说他拍出来那个剧情吧，无法对观众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反正别人乐不乐意看我不知道，我是不乐意看。至于上述说的那些电视剧我为啥不乐意看，之前我也都做过吐槽，老车在这儿我就不赘述了。但是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9虫子吧，还真让我看到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这别的咱先不说，起码他这剧的剧情能让我看下去，并且也没有什么逻辑上的漏洞。你看我之前不也说过吗，像这种电视剧15集左右就能断定他这个剧到底怎么样。而老车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吧，可以说一口气直接看了18集。应该说直到男女主在一起之后，老车我才做的节目。当然说了这么多吧，老车还是要按照惯例给大伙说一些此剧的歌词大意。首先故事吧发生在一个架空的虚拟朝代，当然咱们从剧中的服化道来判断吧，你也可以说它原型是明朝。总而言之，就是女主窦昭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并且还是家中的嫡长女。但是她的人生吧并不像一般人那么顺遂，可以说她经历了所有古代官宦子女可能遇到的烦恼。首先你看女主啊，从小她母亲就被父亲给气死了。至于因为什么气死呢，那是因为她爸娶了她母亲的闺蜜当小老婆，而这个继母吧从小对她也不好，一直就想害她。应该说女主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到出格的。当然她嫁的人吧也不是她喜欢的人，纯粹就是政治联姻。用咱现在的话说呢，也可以说是包办婚姻。因为男方家吧是济宁侯，所以说女主也就只好认命了。可以说用李清照那首词来形容女主此时的心情就是啥呢，就是庭院深深深几许，欲受弹琴无限恨。女主嫁过去呢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操持着这个没有爱情的家。但谁成想她这个夫君吧也是一个纨绔子弟，不仅自己是个败家子儿，而且还和女主同父异母的妹妹私通了，最后还让女主抓个现行。本来女主吧是想去官府和他和离来的，但是由于京城中叛军作乱，官府就没办公，所以说女主最后就只好回老家去报案去。而在她出城的时候呢，就正好碰见了叛军的主将，也就是咱们男主宋墨。而你要说到咱们男主宋墨呢，其实也没照女主强到哪儿去。虽然说咱们男主吧是英国公家的世子，但是他呢因为从小就不受他父亲的控制，所以说他父亲就一直不喜欢他，经常就给他打出家门。这也让他呢不得不投靠身为定国公的舅舅。而他的童年吧也一直是跟随他舅舅在军营里度过的。但没想到好景不长，他舅舅就被京城里的监禁给害了，所以说后来才有了剧中片头的那一幕，就是男主跟着庆王一起谋反。但谁成想这个庆王呢也不是啥好人，就在男女主出城之后就把他俩给围杀了。但没想到的是，女主的青梅竹马在临死前给了女主一本书，就是剧中的这本《昭示录》，里面可以说详细的记载了剧中的一些人物事件。而男女主呢也是凭借着这本书完成的重生，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做了一个梦。总而言之，就是女主这边有她重生之前的记忆，而男主这边吧因为重生时被人射了一箭陷入昏迷，所以说就暂时失去了记忆。不过无论怎样，女主都是想在重生后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把，而顺便呢也引导着男主往好的方向去。应该说这就是整部剧的大致剧情了。应该这么说，你要听老车概括这部剧吧，你就会觉得这剧稀松平常寡淡无味，但事实上它解决了国内很多以女性视角为主的电视剧里的一个痛点，那就是女主终于不用男主男二男三来当护花使者了，也不需要各路男性角色给女主送助攻了。也就是说这回剧组终于开窍拍出了一个女版的庆余年，但她并没有像范闲那样是个现代人啊，而是这一世通过她祖母从小的培养，再加上她前世嫁到侯府多年的管理经验，可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阅历才使女主成为了一个智商情商双高的女主。当然这也是这剧独立女性的人设能立住的原因，因为无论是女主的独立意识还是个人能力，都不是说无缘无故突然就出现的，而是你在剧中能看见女主的成长。你看无论是前世女主当家主母的遭遇，还是祖母从小在田庄里的培养，或者说是她自己幕僚的帮衬，可以说这3点都能使女主的个人能力和独立意识得以提升。但反
反过来你再看同类型的其他剧啊，真的都不是说老车在这拉踩。咱就举一个我前2期吐槽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我说过的《蜀锦人家》和《锦绣安宁》，不信你就看《蜀锦人家》的女主季莹莹啊，她是怎么从一个落魄的纺织女工家里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追求女性独立，然后还能通过一己之力对抗这些高门大户，并且成为商场女强人的原因你根本不知道，整的就好像她从小家里遭了难，突然就开窍了似的。包括锦绣安宁也是把女主养在了别院，我记得那时候评论区还有人和我犟呢，说把女主养在了别院不代表不培养她，不代表不给她请教书先生，是给你请教书先生让你识字，教你琴棋书画，那咋的，教书先生还能教你待人接物，摘豆算计，提高情商啊？说白了你这不开玩笑一样的吗？真的要按照这个逻辑，那皇宫里的格格和公主都成孙二娘和王熙凤了。你想想，给公主请的老师那教的不比你多了？没告诉你们，还是咱们中国的那句老话，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所以说你没有那个人生阅历，你怎么可能开窍？就像女主窦昭她妹妹窦明似的，从小不在她母亲身边，受她母亲熏陶，她就会变成一个乖乖女，一个大家闺秀。因为你不经历挫折就不可能成长，这说白了就是人性所致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剧的人物塑造也是没有问题的。而如果你要说到这剧的感情线吧，其实在今年的古偶剧里也算是比较有条理的，它并没有像同名台什么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那样搞低级的雄竞，就是也不知道这些男主是怎么喜欢上女主的，反正就天天围着女主转，这家伙整的就好像女主是魅魔似的，感情过度特别生硬。但你反观九重子这里面的男性角色就不一样了，可以说无论是宋墨、季勇还是吴善，他们3个人爱上女主都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这季勇就不用说了，人家和女主是从小玩到大的，并且都知道昭示录的存在。而你要说到宋墨和吴善为什么爱上女主，那理由就更充分了，因为其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在他俩人生最迷茫的时候，女主充当了他们的苦海明灯。也就是说，女主用她前世的人生阅历来引导着他俩往正确的轨道上走。真的，咱就不说爱不爱的事儿啊，就算他俩不爱女主，对女主也是一种超脱友情以上的复杂情感。所以说这剧在感情线上嘛，安排的也比较合理，应该说和之前周雨彤演的那个爱情而已的感情线都差不多，也都是那种偏治愈型的感情线。而如果你要说到这剧的制作吧，也倒还算中规中矩。虽然说这剧是架空小说改编的剧，但剧中的服化道吧，用的也是偏明朝的服装。要我说，你就索性直接都用明朝的服装就完了，这样拍吧，也不至于不伦不类。当然，起码这剧没有像其他剧似的夏天的景秋天拍，人家九重子至少是冬天拍的剧，所以说雪景看起来就比较应景。说白了，你从演员嘴里的哈气也能看出寒冷的真实感。当然，说了这剧这么多好话吧，也不是说这剧一点问题都没有。应该说这剧有3个地方都是我对这剧的一个扣分项，分别是演技、细节和配音。这配音相信总看老车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人吧最不感冒的就是配音剧。应该说上次我说永夜星河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不少朋友劝我说，有的演员的声音不符合角色的人设，所以说没办法。对，确实我承认这个问题，但是你为啥不去找适合角色声线的演员呢？所以说今天吧，老车多的也不说了，我就说出2个结论，你就看我说的对不对啊。首先，演技这东西永远都是动作表情加上台词功底的结合，你想想不用原声你怎么体现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底？而第2点呢，我也不能说全球100%，我也不能说全球80%，我只能说全球绝大多数好的电影、好的电视剧，它绝对不会去用配音的。因为好的电影、好的电视剧，它都要强调临场感和真实感。可能大伙儿你拿手机或者电脑刷剧的话，感觉不太明显。不信大伙儿你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把这种配音的剧拿到电影院里那种多声道的音响里放，或者说你买个1000多点阻抗高点的耳机，真不真实你一下就能听出来。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70、80年代译制片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而至于演技方面呢，我也不怕得罪人，我就直说了，那就是男主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演技。当然如果您要反驳我呢，我也不做解释，就像我说小巷人家的时候不说范丞丞一样，我懒得解释，因为明星和演员始终是2个职业。而至于这里面的细节问题吧，有些地方处理的还是不到位。就比如说女主的继母合伙世家子弟把女主绑架起来要施暴，说实话，别说你是世家子弟了，就算你是皇亲贵胄，在古代你也不敢干这事儿啊。你想想，女主她爸是京官，
女主说白了，她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嫡女啊，而且就算是皇亲贵胄，她也不会用这么 low 的手段。所以说这段情节让剧组处理的太 low 了。当然，基于这3个问题呢，我只能说这部剧在及格线以上。但是你要说这剧有多好，有多优秀，那倒谈不上。应该这么说，10分满分的话，我能给到这剧7分。当然，如果说这剧的结局还是以女主的梦结束的话，我想分还能再高点。你看剧中不也说了吗？无论你是多大的石头，它也无法改变河流的走向。所以说到头来还是要一棒子给你打回现实当中，而这呢才叫招式路。所以说大伙吧也别拿这剧当一个爽剧看，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也算是一个值得一看的电视剧。行了，咱们今天就侃到这儿吧，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